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银发康养频道，我是张建宏医生，在骨科和运动复健领域工作了接近40年，从台北市立医院到现在的私人诊所，看过的膝盖毛病没有1万也有8000，每天门诊里总能见到不少熟面孔。家住新北的张阿嬷，以前天天揪着老姐妹去公园跳广场舞，现在上下菜市场的台阶都得扶着栏杆慢慢挪。还有台中的李伯伯，退休后最爱带着孙子去爬山，去年开始膝盖一弯就咔咔响，疼得连孙子的家长会都没法去，看着他们从闲不住变成动不了，我心里总不是滋味。很多时候膝盖提前老化不是因为年纪大，而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爱惜习惯，悄悄把它推向了退化的深渊。今天就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那些我们以为在保护膝盖，实则在伤害它的5个怪习惯。咱们先从膝盖里最金贵的零件说起，搞懂了它，才知道为啥有些习惯会让膝盖扛不住。在进入本期影片主题前，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或者喜欢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造分享健康知识最温暖的帮助。也请别忘了按赞和分享，跟身边的朋友。咱们的膝盖就像一台精密的小机器，里面有个比顶级象牙还光滑的宝贝——关节软骨。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运动鞋里的气垫，走路爬楼梯时，它能把身体的重量和冲击力稳稳接住，让我们走得稳，跳得动。但这气垫有个怪脾气，它身上没有一根血管，没法像皮肤、肌肉那样从血液里直接吃到营养。那它靠啥活呢？全靠关节腔里的关节滑液。这玩意儿就像给软骨量身定做的营养基金，而软骨要喝到这基金，得靠一个动作——节律性压缩。啥叫节律性压缩？简单说，就是膝盖有规律的慢慢弯、慢慢伸，就像海绵一样，一压一放之间，把滑液吸进软骨里，同时把废物挤出去。要是膝盖长时间不动，这吸水的动作就停了，软骨没了营养，就会慢慢变干、变脆，摸起来像沙子一样粗糙。这时候再走路，2片粗糙的软骨互相摩擦，就像用钢刷磨铁锅，不仅疼，还会磨出很多小颗粒，引发关节发炎。严重的时候，炎症因子还会顺着血液跑到全身，增加中风、心脏病的风险。在门诊里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阿公阿嬷，膝盖一疼就吓得不敢动，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、织毛衣，以为静养能让膝盖好起来。结果呢，疼了半年，非但没好转，反而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人扶。拍了 X 光片才发现，软骨已经磨损得薄如蝉翼，股四头肌、大腿前侧的肌肉也萎缩得像皮包骨。今天我就把话说透了，对膝盖来说，不动不是休息，是慢性谋杀。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个揪出那些让膝盖提前老化的怪习惯，每个习惯我都结合门诊案例来讲，大家也可以对照着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。接下来我说一个门诊案例，王阿嬷的静养悲剧。家住高雄的王阿嬷今年68岁，去年冬天买菜时不小心崴了一下膝盖，当时有点疼，但能走路，她就没当回事。过了几天，膝盖肿了起来，蹲下去都费劲。女儿说：“妈，您别乱动，在家好好养着，等消肿了就好了。”阿嬷听了话，每天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其余时间都坐在藤椅上，要么看电视，要么闭目养神。结果呢，养了1个月，膝盖不肿了，但疼得更厉害，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扶着桌子，左腿还比右腿细了1圈。女儿赶紧带她来门诊，我一检查，股四头肌萎缩得很严重，轻轻按一下大腿，阿嬷就疼得直咧嘴。拍了核磁共振，显示软骨已经出现了退行性改变，简单说就是软骨开始老化了。我问阿嬷，疼的时候是不是一点都不敢动腿？阿嬷点点头，怕一动就更严重，想着养养就好，没想到越养越糟。这就是很多长辈的误区，觉得膝盖疼就该歇着，却不知道膝盖越歇越饿，越歇越弱。为啥静养会伤膝盖？1点，软骨饿死了。就像咱们前面说的，软骨靠关节滑液吃饭，而关节滑液要靠膝盖的屈伸才能喂到软骨里。膝盖一不动，滑液就像死水一样停在关节腔里，软骨吸不到营养，就会慢慢变干、变脆，失去弹性。就像久旱的庄稼，没了水就会枯萎，软骨没了营养也会慢慢枯萎。2. 肌肉废了。膝盖周围的肌肉，尤其是股四头肌，是膝盖的保镖，它就像膝盖外面的弹簧，走路爬楼梯时能帮膝盖分担1半以上的压力。要是长时间不动，
股四头肌就会缩水，医学上叫肌肉萎缩，用不了多久，肌肉就会变得软塌塌，没了力气。这时候走路的压力就全压在软骨上，软骨能不磨损吗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膝盖疼，不敢动，肌肉萎缩，膝盖更不稳，磨损更严重，更疼，更不敢动，到最后膝盖就真的废了。正确做法是，疼的时候要巧动，不是不动。很多长辈会说，医生，疼的时候动不了啊，一动就钻心疼。别急，我教大家一个黄金动作，坐姿抬腿。这个动作不费力气，坐着就能做，还能给软骨喂饭，锻炼肌肉，特别适合膝盖疼的时候做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大家看好了。1点，找一把稳固的椅子，高度要合适，坐下时脚能平放在地上，腰背挺直，别弯腰驼背。2，把疼的那条腿慢慢抬起来，抬到和地面平行的高度，膝盖要伸直，别弯曲。3，这一步最关键，腿抬到最高处时，用力收紧大腿前侧的肌肉，就像要把膝盖绷直一样，让大腿前面鼓出一个小疙瘩，保持5-10秒。阿公阿嬷要是记不住时间，心里数1、2、3、4、5就行。4，然后慢慢把腿放下来，放回原位，这样算一次。建议大家每天做3组，每组10-15次。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肌肉酸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第2天就会好很多。要是2条腿都疼，就交替着做。门诊里的王阿嬷按照这个方法练了1个月，再来看诊时已经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，大腿也比之前粗了1圈。她笑着说，以前以为不动是养膝盖，现在才知道这么动一动，膝盖反而舒服多了。所以啊，阿公阿嬷们，膝盖疼的时候别瘫着，坐着动一动，反而能让膝盖活过来。卡其扎怪习惯2，盲目锻炼，爬山、广场舞成了毁膝利器。门诊案例，林阿姨的健身误区。家住台南的林阿姨今年62岁，退休后特别注重养生，每天早上6点就去公园爬山，下午还会和老姐妹跳广场舞，每次都跳1个多小时，动作幅度很大，经常要下蹲、旋转。她总说人老腿先老，得多锻炼才能让膝盖有力气。去年夏天，林阿姨发现膝盖开始疼，尤其是爬山下山的时候，疼得直咧嘴。她以为是锻炼不够，反而增加了爬山的次数，广场舞也跳得更卖力。结果呢，疼得越来越厉害，最后连平地走路都一瘸一拐。儿子带她来门诊，拍了 X 光片，我指着片子告诉她，阿姨，您的软骨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，内侧软骨薄得快要看不见了。林阿姨很惊讶，医生，我天天锻炼，怎么还会这样？我说，锻炼没错，但选错了方式反而会伤膝盖啊。为啥这些锻炼会伤膝盖？咱们膝盖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，就像一辆汽车，超载太多就会坏。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，这是运动医学里公认的，平地走路时，膝盖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 1.5-2 倍。比如一个体重60公斤的阿嬷，走路时膝盖要扛90-120公斤的重量。上楼梯时，膝盖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3-4倍，60公斤的阿嬷就要扛180-240公斤。下楼梯时，因为要刹车，压力飙升到体重的5-7倍，60公斤的阿嬷得扛300-420公斤，相当于扛着3个大西瓜爬楼梯。下蹲到最底下时，膝盖承受的压力更是高达体重的8倍，60公斤的阿嬷就要扛480公斤，比一头小牛还重。咱们中老年人的软骨本身就比年轻人脆弱，要是再天天做爬山、爬楼梯、深蹲、广场舞这些高压运动，就像给膝盖天天超载，软骨能不磨损吗？就像已经有刮痕的不煎锅，再用钢刷使劲刷，只会越刷越破。门诊里还有个李伯伯，家住台北信义区，楼下就是公园，他每天早上都要爬公园的台阶，一次爬300级，结果呢，不到半年膝盖就疼得受不了。拍片子发现软骨已经磨穿了，最后只能做关节置换手术。术后他跟我说，早知道爬山这么伤膝盖，我就不瞎折腾了。3确做法，选对温和运动，膝盖越练越稳。不是说中老年人不能锻炼，而是要选对方式，适合咱们的运动得满足2个条件，一是不负重，不给膝盖增加额外压力；二是能活动，让软骨能吸到营养。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护膝运动。1点，游泳，尤其是自由泳、仰泳，水的浮力能帮咱们抵消体重，游泳时膝盖不用承受压力，还能活动关节，给
给软骨喂饭。台北很多社区都有温水泳池，阿公阿嬷们可以去试试，每周游2-3次，每次30分钟就行。2. 太极、八段锦，这些运动动作缓慢柔和，不会给膝盖带来太大压力，还能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，让膝盖更稳。很多公园都有老师教，大家可以揪着老伙伴一起学。3. 骑自行车 stationary bike， 动感单车，坐在自行车上，膝盖不用承受体重，蹬车的时候还能活动关节，建议选那种可以调节阻力的动感单车，阻力调小一点，慢慢蹬，每次20-30分钟。林阿姨听了我的建议，把爬山换成了游泳，广场舞换成了太极，还坚持做坐姿抬腿，3个月后再来复诊，膝盖不疼了，走路也稳了。她笑着说，以前以为锻炼越用力越好，现在才知道温和的运动才是真的护膝盖。草草。4. 怪习惯。3. 膝盖一疼就热敷，急性发炎时等于火上浇油。因门诊案例，陈阿公的热敷误区。家住桃园的陈阿公今年70岁，有老寒腿的毛病，一到冬天膝盖就发凉疼，他总说热敷最管用，敷完就舒服了。去年冬天，阿公不小心在小区里摔了一跤，膝盖当时就肿了起来，又红又烫，疼得不敢碰。他没去医院，而是赶紧用热水袋敷膝盖，敷了1个小时，觉得热乎乎的很舒服。结果呢，第2天膝盖肿得更厉害，像个小馒头，疼得连裤子都穿不上。儿子赶紧带他来门诊，我一检查，膝盖已经急性发炎了，皮肤温度比正常高了3度。我问阿公，摔了之后是不是马上热敷了？阿公点点头，以前疼都是热敷好的，这次怎么不管用了？我说，阿公，热敷要看时候，急性发炎的时候热敷，就像给着火的房子浇油啊。假傻，为啥有时候热敷会伤膝盖？咱们传统观念里总觉得热敷能活血化瘀，缓解疼痛，这话没错，但得分情况。热敷就像麻醉剂，能暂时扩张血管，放松肌肉，让疼痛减轻，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软骨磨损和肌肉无力。而且要是膝盖处于急性发炎期，比如摔了扭了之后，膝盖又红又肿又烫又疼，热敷反而会坏事，因为急性发炎时，膝盖里已经有很多发炎因子在搞破坏，热敷会让血管扩张得更厉害，更多的发炎因子会从血管里跑出来，跑到膝盖里，导致膝盖更肿更疼，就像锅里的水已经开了，还往里面加柴火，只会让水溢出来。陈阿公就是这样，摔跤后膝盖已经急性发炎了，还坚持热敷，结果越敷越严重。门诊里还有很多长辈，膝盖疼就贴发热药布，贴完觉得舒服就天天贴，结果膝盖肿得越来越厉害。这都是因为没搞清楚什么时候能热敷，什么时候不能热敷。讲而已下，正确做法。急性期冰敷，慢性期热敷。大家记住一个原则，膝盖疼的时候，先看看膝盖有没有红肿发烫，如果有，就是急性发炎期，要先冰敷；如果没有，只是平时发凉隐隐作痛，就是慢性期，可以热敷。急性期红肿发烫剧痛，受伤后48小时内用冰袋或冷毛巾敷膝盖，每次15-20分钟，每天3-4次。冰敷能收缩血管，减少发炎因子，减轻肿胀和疼痛。注意别把冰袋直接贴在皮肤上，要用毛巾包一下，避免冻伤。慢性期没有红肿，只是发凉隐痛，可以用热水袋、热毛巾或发热药布热敷，每次20-30分钟，每天1-2次。热敷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缓解疼痛，但要注意温度别太高，避免烫伤。尤其是糖尿病患者，皮肤感觉不敏感，更要小心。陈阿公按照我的建议，先冰敷了3天，膝盖不肿了，然后改成热敷，再配合坐姿抬腿锻炼，1周后膝盖就不疼了。他感慨地说，以前以为热敷万能，现在才知道分清楚情况才管用啊。招草5，坏习惯4，穿软底平底鞋，舒服却毁膝盖。门诊案例，郑阿嬷的穿鞋误区。家住新竹的郑阿嬷今年65岁，特别喜欢穿软底平底鞋。他说这种鞋软乎乎的，走路不硌脚，舒服得很。他家里有好几双这种鞋，天天换着穿，不管是买菜、散步还是去教堂，都穿这种鞋。去年年底，阿嬷发现膝盖内侧开始疼，尤其是走路时间长了，疼得直咧嘴。他以为是年纪大了，膝盖自然老化，就自己买了止痛贴布贴，贴了1个月也没好转。女儿带他来门诊，我一看他穿的鞋，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
我让他脱了鞋，看了看他的脚，发现他的足弓已经塌了，走路的时候脚会往内侧歪，医学上叫足外翻。我跟阿嬷说，您这膝盖疼跟穿的鞋有关系啊？阿嬷很惊讶，鞋也能让膝盖疼？我说是啊，脚上的问题会顺着腿传到膝盖上，为啥软底平底鞋会伤膝盖？咱们的脚天生就有一个避震器，足弓，它就像脚底板的小弹簧，走路时能帮咱们吸收地面的冲击力，是身体避震系统的第一道防线。要是穿的鞋没有足弓支撑，鞋底又太软，走路的时候足弓就会像塌了的桥一样往内侧塌陷，也就是足外翻。这个塌陷的力量会顺着小腿、膝盖往上传，小腿会往内侧转，膝盖会跟着往内侧扣，变成轻微的 X 型腿。这时候膝盖内侧就会承受额外的压力，时间长了，内侧的软骨就会磨损得特别厉害。台湾有研究显示，80%以上的膝关节退化患者都是从内侧软骨开始磨损的，其中有一半以上和穿错鞋有关。郑阿嬷就是这样，天天穿没有足弓支撑的软底鞋，足弓塌了，膝盖内侧受力太大才会疼。门诊里还有很多长辈觉得年纪大了就要穿舒服的软鞋，却不知道这种舒服背后是对膝盖的慢性伤害。常常全不做，选对护膝鞋3个要点要记住：选鞋子不是越软越好，也不是越平越好，关键要选有支撑力和避震力的鞋。大家买鞋的时候记住3个要点，照着选就能买到护膝盖的好鞋。1点，足够的支撑力，副鞋垫要有足弓支撑，把鞋垫拿出来踩在上面，能感觉到足弓的地方有托力，不会塌下去。副后脚跟的包裹要硬挺，用手捏一下鞋跟，能感觉到硬邦邦的，不会一捏就扁，这样能防止走路时脚歪，稳定膝盖。2. 适当的避震和弹性，副鞋底要软硬适中，用手掰一下鞋底，能掰弯，但要有阻力，不是一掰就折。太硬的鞋硌脚，太软的鞋没支撑。副弯折点要在鞋底前1/3处，把鞋放在地上，用手掰，弯折的地方要在脚趾前面一点，不能从中间弯折，这样走路时脚能自然弯曲，不会给膝盖增加额外压力。3. 合适的尺寸，副试穿时脚趾前面要留1指宽的空间，穿上鞋踮起脚尖，能感觉到脚趾前面有空隙，不会挤脚。副鞋内宽度要合适，穿上鞋脚掌两侧不会觉得挤，也不会觉得松松垮垮。郑阿嬷听了我的建议，去商场买了一双有足弓支撑的健走鞋，穿了1个月，再来复诊时膝盖内侧不疼了。他笑着说，以前以为穿鞋只要舒服就行，现在才知道选对鞋比啥都重要。草讨6，怪习惯5，久坐软沙发，舒服背后是膝盖酷刑。门诊案例，吴伯伯的沙发误区。家住基隆的吴伯伯今年72岁，退休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窝在客厅的软沙发里看电视看报纸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他说这沙发又软又低，陷进去特别舒服，一天都不想起来。去年夏天，吴伯伯发现膝盖开始疼，尤其是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，疼得要扶着扶手慢慢挪。他以为是膝盖老化了，就买了钙片吃，吃了2个月也没好转。儿子带他来门诊，我一问他的习惯，就知道问题出在沙发上。我跟他说，伯伯，您这膝盖疼跟天天窝在软沙发里有关系啊？吴伯伯很惊讶，沙发也能让膝盖疼？我说是啊，软沙发看起来舒服，其实是膝盖的地狱。讲咋？为啥软沙发会伤膝盖？咱们窝在软沙发里的时候，身体会陷进去，这时候骨盆会往后倾斜，腰椎会失去正常的生理弧度，变得直挺挺的，甚至往后凸。光是这个坐姿，腰椎就要承受比站立时多3倍的压力，容易导致腰酸背痛。但更伤的是从沙发上站起来的那一刻，因为软沙发又低又软，咱们站起来的时候没办法像从正常椅子上那样用腿的力量平稳起身，通常要先把上半身往前甩，靠惯性获得动力，然后用腿猛地蹬一下地，才能把自己弹起来。这个甩身体加蹬腿的动作会给膝盖带来巨大的剪切力，就像用剪刀剪东西一样，膝盖骨和大腿骨之间的关节面会被剪一下。咱们每天从沙发上站起来多少次？少说也有10次、20次，每次站起来，膝盖都要承受一次这样的剪切力。时间长了，软骨就会被剪得越来越薄，越来越粗糙。吴伯伯就是这样，天天窝在软沙发里，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受力太大才会疼。门诊里还有很多长辈，家里的沙发又软又低，结果膝盖和腰椎都出了问题。
还不知道是沙发惹的祸。将且做法，换护膝椅，起身要稳，不要猛。1点，换一把合适的椅子，把家里的软沙发换成高度合适、软硬适中的椅子。什么样的高度最合适？坐下时大腿能和地面平行，小腿能和地面垂直，脚能平放在地上，这样站起来的时候不用甩身体，轻轻一用力就能站起来，膝盖不会承受额外压力。大家可以去家居店试试，坐下后看看膝盖是不是和臀部一样高，要是比臀部低很多就别买了。椅子的靠背要有支撑，能托住腰部，这样坐着的时候腰椎不会累，也能减少对膝盖的间接伤害。2. 正确的起身姿势，就算暂时换不了椅子，起身的时候也要注意姿势，别猛甩猛蹬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先把屁股往椅子边缘挪一挪，让脚能稳稳地踩在地上，双手扶住椅子扶手或者膝盖，慢慢把身体撑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，先让双腿伸直，再往前走。记住，起身要慢要稳，别着急，给膝盖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吴伯伯听了我的建议，把家里的软沙发换成了一把高度合适的实木椅，起身的时候也放慢了速度。2个月后再来复诊，膝盖不疼了，站起来也不用扶手了。他笑着说，以前以为软沙发最舒服，现在才知道坐得稳当才是真的舒服。讲到7，老医生的护膝黄金法则，练是养，撑是防。聊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，膝盖提前老化不是因为年纪大，而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出了问题。最后我把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成2条护膝黄金法则，阿公阿嬷们记牢了，就能让膝盖年轻起来。强调7，黄金法则1，练是最高级的养。对膝盖来说，不动是天敌，正确的运动是最好的保养。大家每天一定要坚持做这2个动作。1点，坐姿抬腿，每天3组，每组10-15次，锻炼骨四头肌，给软骨喂饭。2，温和的全身运动，每周2-3次，每次30分钟，比如游泳、太极、骑自行车，让膝盖动起来又不累着。记住，运动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越对越好。别跟风做爬山、爬楼梯这些高压运动，选对适合自己的，才能护好膝盖。黄金法则2，选对支撑是最好的防。膝盖就像一栋房子，需要外部支撑才能稳。大家要做好这2件事。1点，穿对鞋，按照有支撑、有避震、合脚的原则选鞋，别穿软底、平底鞋。2，坐对椅子，把家里的软沙发换成高度合适的椅子，起身要慢要稳。这2件事看起来小，却能给膝盖减少很多压力，比吃任何保健品都管用。最后想跟大家说一句，膝盖承载的不只是我们的体重，更是我们晚年的自由，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，能带着孙子去公园玩，能和老伙伴们一起散步聊天，这才是幸福的晚年。从今天起，告别那些伤害膝盖的怪习惯，用科学的方法护好膝盖，相信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膝盖，享受快乐的晚年生活。如果大家觉得这篇文章有用，就分享给身边的老伙伴、子女们，让更多人知道怎么护好膝盖。要是有膝盖问题，别自己瞎折腾，及时来医院找医生看看，早发现早调整，就能避免疼到站不起的遗憾。我是张建宏，一个陪大家守护膝盖的老医生，希望下次在门诊见到大家时，都能看到你们健步如飞的样子。最后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启发。从明天起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些简单又高效的长寿秘诀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吧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精彩的健康知识了。也欢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人们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